上期物理篇中，有很多小伙伴对视频中的一些概念和算法表达了强烈的兴趣，例如狙神距离怎么计算，狙击手的专注收益到底如何，为什么物理篇只聊狙杀不聊破防，为什么红 buff 总是大于青龙刀。我们在看到大家的反馈之后，第一时间做了这期物理补充篇。另外预告一下，法师装备篇正在抓紧筹备中，目前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单位的逻辑计算，结论相当有意思。不想错过的话，可以先关注我们化学必须2。自从机器人钩子离开云顶之后，棋盘逻辑已经很久没有人聊过了。今天借着狙神的话题聊一聊棋盘，看看狙神是怎么数格子的。假设我们位于棋盘最中间的一点，它的邻格距离是1，此时棋盘中心是一个正六边形，那么延伸出去的延长线自然就是2个格子和3个格子。其余格子是不是也是这么计算的？并不是。非延长线上的格子需要计算2个六边形几何中心的连线距离，是不是感受到死去的数学知识正在攻击大脑？没有关系，我已经帮大家算好了，这些就是它们的距离。知道这个有什么用呢？让我们把视线放回到棋盘，假如厄斐琉斯站在左下角，延长线到敌方最后一排就是7格距离，但这并不是狙神的理论最远距离。我们一排一排计算，最终得到了这张表，可以观察到敌方棋盘最小距离是3.5格，而最远距离甚至达到了8.1格。所以反制厄斐琉斯的关键点就是把主坦和主 C 跟他站同一侧，遭受狙神的增伤就会从56%降低到42%。一个1500血的单位相当于多了10%的血量，这可能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想要反制热门阵容厄斐琉斯，你可以选择加里奥配合永霜，就能单防厄斐琉斯。因为永霜减攻速是作用于敌方面板攻速的，更不用说永霜还可以直接眩晕敌方后排，这就是最大的限制。我们拿厄斐琉斯举例，狙击手的专注在狙神身上什么强度？看曲线可以看到，即使狙神有增伤区属性，厄斐琉斯第3件装备也是可以选择狙击手的专注的。开奥恩装备看到就可以拿，不用纠结。细心的观众已经发现，为什么聊狙杀不聊破防呢？明明这个赛季护盾很多呀。我们的观点是这样的：增伤区的装备看似是双修装备，但设计师已经在每个赛季针对技能和装备不断调整。目前已经逐渐显出了物理英雄喜欢狙杀，法师英雄更偏爱破防的趋势了。先从物理英雄入手，狙杀是大剑和攻速合成的装备，狙杀加30%额外攻击力，10%攻击速度，10点法术强度，对比破防者加20%攻击速度，加20%暴击率，20点的法术强度。很明显，狙杀的30%攻击力是破防无论如何都无法弥补回来的。如果认为这个分析过于表面，那我们干脆拿狙神英雄举个例子。假设狙杀和破防触发效率都是80%时间触发，狙杀是实线，破防是虚线，红色是塞纳，白色是艾希，黄色是厄斐琉斯，蓝色是女警，基本上虚线都在下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结论是，如果狙杀和破防没有明显的触发效率区别，一定是物理做狙杀，法师做破防。法师篇我们下期就会出，大家在法师视角就会看到帽子的存在，让狙杀几乎没有任何性价比可言。上期视频聊卡莎，很多朋友把卡莎是技能型英雄听进去了，无尽肯定会做，但是不理解为什么卡莎7支5蓝居然不优先考虑青龙刀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红 buff 和青龙刀的属性。红 buff 提供40%攻速、6%增伤和灼烧效果，功能性拉满。而青龙刀对物理英雄来说，最重要的属性就是5点额外回蓝和20点攻击力。来看物理的城区介绍图，攻速区是连接攻击区和回蓝区的城区，这意味着物理英雄的攻速不仅仅能回蓝，还能打出大量的普攻输出。即使卡莎是技能型物理英雄，他也没有完全放弃普攻伤害。我们来到大数据验证我们的出装结论，我推的卡莎做无尽狙杀青羽，其次是红 buff 大于青龙刀。在大数据登场率第1名是无尽59%，断层领先，偏差值正0.03。这样的数值我们往期给过判断，登场率第1，偏差值在0.00附近，代表这件装备在玩家之间没有争议。其次是红 buff 和青龙刀对比，可以看到青龙刀虽然有27%的登场率，偏差值也有-0.03，而红 buff 是10%的登场率和-0.26的高偏差值，完全就是相对冷门但强度更高的装备。再来看青羽，登场率22%，偏差值-0.24，一定是好装备。最后是狙杀破防者，迅捷射手的弹射让破防者触发效率比狙杀高，在前排触发的弹射可以直接对后排进行破坏，也只有必出无尽的技能型卡莎这里才会有破防出场的机会。最后聊一句卡莎的羊刀，登场率奇高，但是彻头彻尾的垃圾装备。所有施法动画长靠技能吃饭的英雄，基本都是羊刀骗局，你只会看到不错的羊刀层数和刮痧的伤害。
扬刀的逻辑是为了让普攻打出更高频次的伤害。卡莎这样即使叠起来扬刀，大部分人家还是在放技能，扬刀层数再高，对技能伤害提升也完全没有帮助。这样的英雄你肯定有印象，我举2个例子 ：S9 的征服者霞 ，S10的乡村沙弥拉，都是叠扬刀层数高但是没有伤害的代表。下期法系视频我们也会介绍一个法系阵容的隐藏超模装备。各种数值都证明了他在法系装备中的地位。最后，感谢大家的点赞、投币、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